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小学的刘老师。这节课我们要一起来认识更多的拼音宝宝，和他们交朋友。先来看看这几个熟悉的拼音宝宝，他们在和你们打招呼呢。你们还认识他们吗？我认识他们，他们是单韵母 a、o、i、u、u。看来你们对这些单韵母朋友非常熟悉。再来看看这些复韵母朋友，你们还记得他们吗？ A、A、V、O、O、U、也、约、R。这位同学准确地叫出了这些复韵母朋友的名字，相信你也可以。请大家也来读一读这些复韵母。这些复韵母啊，真调皮，趁咱们不注意，悄悄换了自己的位置。而且有些复韵母朋友长得还特别像。现在你们还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吗？可以自己先试着读一读，听听这位同学是怎样读的，看看他读正确了吗？ I、O、A、也、V、U、O、约、R。相信你和这位同学一样读准确了，真是了不起呀！接下来我们还会认识更多的拼音新朋友。这不，让我们跟着这位小朋友到他的家中做客，他会介绍更多的拼音朋友给我们认识。让我们做个小游戏。这些拼音朋友啊，就藏在这位小同学的家里。请同学们仔细去观察，发现，用完整的话说一说，在这位同学的家里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那么藏着的拼音新朋友就会跑出来和你见面了。我看到了叔叔、阿姨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阿姨正在摁遥控器。此时，电视里正在播放天安门的画面。我还看到电视旁边的地上有一个圆圆的足球。这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，藏在图片中的拼音朋友也出来和同学们见面了。原来拼音朋友藏在天安门、圆圆的足球、阿姨摁遥控器这些地方啊。谢谢你。让我们看看其他同学还有哪些发现。我发现小同学的家特别温馨、干净、整洁。你们看，叔叔和阿姨坐在绿色条纹沙发上，桌柜上整齐地摆放着书籍和纸巾。我还想给刚才这位同学补充一下，电视中的天安门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，更加雄伟壮观了。谢谢这位同学的补充，让我们一起来看条纹、白云、纸巾，这些地方的拼音宝宝也跑出来和大家见面了。同学们是否发现了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其实处处都藏着拼音朋友。拼音朋友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，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！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几位拼音朋友，你发现他们哪些
共同的特点了吗？我发现它们都包含了我们学过的拼音字母呢。这位同学观察得特别仔细，相信你也一定发现了这个特点。那么，请你再读一读呢的发音，并且试着想一想这几位拼音朋友的发音，然后仔细观察、思考一下，看看你又有了哪些发现。我发现在这里，小呢都做了韵尾，它的读音和单独的小呢的发音不一样了。你们的发现特别有价值，那么它们该怎么读呢？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韵母安，仔细观察老师的口型，听清发音。安，安，安，你们也来试一试。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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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。同学们都来试一试，读一读。读准了小安的读音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始同学们的发现之旅了。听老师读后面几个拼音，同学们可以跟着一起试一试。n、音、温、晕。音、温、晕。音、温、晕。这两位同学读得很准确，同学们也来读一读吧。能谈谈你的发现吗？我发现 n、音、温、晕的发音方法和安很相像。你们边观察边学习，边思考边实践，自己在努力发现学习中的一些规律，这真是好的学习方法。同学们和这几个拼音交了朋友，那你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吗？这几个拼音宝宝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叫做前鼻韵母。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，感受一下前鼻韵母的发音方法。安、n、音、温、晕。安、n、音、温、晕。这位同学读得很准确，请大家也来读一读。前鼻韵母啊，真是淘气，他们又悄悄换了位置。现在你们还能准确读出他们的名字吗？请你来试一试。晕、音、温、n、安。读得很准确，可以再跟着老师一起读一读。晕、音、温、n、安。带上声调的前鼻韵母，请你自己先来试着读一读。安、俺、按、摁、音、银、引、印、温、文、稳、问、晕、云、允、韵。这位同学读得很准确，同学们也来读一读吧。认识了新前鼻韵母朋友们，再让我们来看看几位老朋友。这4个整体认读音节朋友，你还记得吗？是的，他们就是一、吁、
耶、约。能把它们和对应的韵母连一连吗？同学们可以在任务单中连一连试一试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你连对了吗？连对了就给自己竖个大拇指，连错了也没有关系，对照屏幕改过来。请同学们再来读一读，想一想，你有什么发现吗？我发现，凡是“一”和“吁”开头的韵母，都有相对应的整体认读音节。我发现它们发音一样，长的样子也很像，真像是一对对双胞胎。同学们的发现真了不起。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看，你还能从中找到这样的双胞胎吗？同学们可以自己先读一读，再想一想该怎么连一连呢？同学们看一看，你们找对了吗？接下来就和老师一起看一看，读一读下面的整体认读音节，并且想一想它和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关联吧。音，音，读到这里，你想到了什么？有的同学想到了阴，阴天，音，音乐。你还想到了什么？晕，晕。读到晕，你想到了什么？哦，可以想到云，白云，晕，头晕。除此以外，你又想到了什么？再来看这3幅图片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少先队员正在行队里，看到人们正在公园里快乐地玩耍，看到了一个圆圆的小皮球。这里面还藏着一个整体认读音节朋友呢，到底是谁呀？看，他来了。同学们好，我就是你们的新朋友小渊。在生活中，经常能听到我的名字：少先队员、公园、圆球、跳远、愿望，真是太多太多了。我的身体长长的，由小日和小安组成，请你仔细看看我，记住我的名字和样子。我希望和你成为好朋友。感谢小渊的自我介绍，相信同学们也有自己记住小渊的好方法。请同学们和小渊打个招呼吧。整体认读音节呀，不用拼读，需要直接发声读出来。渊，渊，渊。整体认读音节渊，戴上了声调小帽子，你还能读准确吗？自己先来试一试。圆，远，愿，圆，远，愿。这2位同学的声调读得很准确，请你们也来读一读吧。同学们，当我们学习了一部分新的内容后，可以停下来回顾一下学习的内容和过程，思考学习的方法。还记得我们刚才都认识了哪些新的拼音朋友吗？通过刚才的学习，我们认识了5个前鼻韵母朋友，他们是安、恩、音、温、晕。是呀，是呀，
除此以外，我们还认识了3个整体认读音节朋友，他们是渊、阴、晕。同学们真了不起，这么快就和新拼音宝宝交上了朋友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和这些拼音朋友们一起玩个游戏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这个游戏叫做眼力大发现。请同学们仔细看看这些音节，第1行和第2行有哪些不同？你发现了吗？个安干，科安堪，和安憨，歌无安关，科无安宽，和无安欢。你们一定发现了，第1行的音节是2拼音节，第2行音节是3拼音节。第1行和第2行对应着看，下面的3拼音节比上面的2拼音节多了个介母 u。同学们，你们也一定发现了它们的区别吧？3拼音节读起来啊，有一定的难度。你们还记得该怎么读3拼音节吗？我记得3拼音节的读法。读3拼音节时，声母要读得轻，介母要读得快，韵母要读得响。是啊，声轻介快，韵母响。就请同学们用这样的方式读一读这些3拼音节吧。歌无安关，科无安宽，和无安欢。歌无安关，科无安宽，和无安欢。这里还有3个2拼音节，你能试着自己读一读吗？歌安干，科安堪，和安憨。歌安干，科安堪，和安憨。同学们读得特别准确，大家都来读一读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继续玩拼音游戏。这个游戏叫拼音猜猜猜。看看下面的图片，能猜一猜橘子的背后藏着的是哪个拼音吗？我猜是介母 u。我和这位同学的意见不同，我猜是介母 u。这2位同学猜的不一样，你同意哪位同学的意见呢？同学们，先别着急，让我们一起仔细观察，努力回忆一下。当声母是鸡、七、西时，有哪些拼音的书写规则呢？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学过小鱼见到鸡、七、西，脱帽行个礼，去掉2点还读 u。看来这里是去掉2点的 u。同学们，你们还记得这个书写规则吗？橘子后边的拼音到底是谁呢？快看，是小玉，它出来了。请同学们都来读一读这个书写规则，拼一拼这个音节吧。鸡于安娟，其于安圈，西于安轩。这位同学拼得真准确，请大家都来拼一拼吧。这些音节在生活中很常见，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这些音节。鸡于安捐，捐款。鸡于安捐，捐款。鸡于案卷，画卷。鸡于案卷，
画卷。其余安圈圆圈，其余安圈圆圈，其余安泉泉水，其余安泉水，西余安宣宣纸，西余安宣纸，西余安选挑选。西余安选挑选。同学们，想一想，你还能从生活中找到这样的音节吗？可以和别人交流一下。看来同学们已经会认会拼这些音节了，真了不起。接下来我们要学写一个音节词。想知道我们要写哪个词语的音节吗？快来试着拼一拼吧。我也想来拼一拼。了文轮，吃乌安船，轮船。你拼得很准确。了文轮，吃乌安船，轮船。同学们回忆一下，在书写音节词的时候，你们有哪些已有的经验？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每个拼音字母都需要按照笔画顺序写。我来补充，字母之间要写得紧凑一些，两个音节之间要注意间距。谢谢同学们的提醒。下面，请先看老师是怎么写好这个音节词的。书写时，请关注每个拼音字母的站格准确，还要注意音节中的字母之间要写得紧凑一些。音节和音节之间要注意留出间距。写音节时，声调帽子要及时标出，并且要标准位置。接下来，就请同学们在你们的任务单中描一遍、写一遍。让我们看看这位同学写的音节词，请大家来评一评。我觉得这位同学的书写又清楚又整洁，拼音字母的站格准确，值得我学习。我也觉得这位同学的书写很好，我想提个小建议，如果能把音节的字母之间写得紧凑一些就更好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同学修改后的书写，这次把音节的字母写紧凑一些就更好了。请同学们也对照自己的任务单，看看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地方。有问题的话，别着急，自己改一改。这节课我们认识了5个前鼻韵母和3个新的整体认读音节，书写了一个音节词，还围绕安、恩、音、温、晕这5个前鼻韵母开展了相关的拼音拼读练习游戏。课下，同学们可以继续在生活中寻找相关音节，进行拼读练习。这节课就上到这里，同学们，再见。